大家好，我今天要教大家怎么从汽车的保险丝盒接点烟孔的插座出来。需求是这样，因为汽车里有这个点烟孔嘛，那点烟孔你可能平常你想要插行车记录器或者是 GPS， 所以会用掉额外的可能2个。那你又不希望这边插太多，你想要，比方说这个可以被关起来，或者是你的插座不够，那这时候呢，你就会需要外接点烟孔。那你可以准备的是这个接保险丝盒样式的点烟孔插座，它的插头是长这样。这个就是拿来接汽车保险丝盒的，还有一个额外的保险丝在这里，这样，那可以分出2个。这个你就可以放在你想要藏的地方。你要装这个的话，你必须找到你汽车的保险丝盒的位置。那因为我这台车它的点烟孔的保险丝是在行李箱，所以我今天要把它从行李箱接到前座去，让我的行车记录器跟 GPS 都可以用。那我准备的工具有小刀子、电线啊、螺丝起子，还有拆内装的一些工具。因为我这距离很长啊，要从后座一路接到驾驶座，它原本这个线的长度不够长，所以我才会需要再额外买线来接。我们就开始咯。第一步骤是先把汽车的保险丝盒给打开。这台车它的保险丝盒是在这个板子里，所以我先把它拆开来。好，那保险丝盒在这里已经跑出来了。那接着呢，你要去看哪一根是点烟孔专用的，这时候就要看车主手册。这个是行李箱的嘛，这个对照这个形状，所以你要找对，第4是前座点烟器 ，OK， 就用这个来拆。这我们的目标是这个20啊，把这个拆下来，哇，好，拆掉盖子，20，这个拆不到，它在中间。因为我现在先拆这个，才拆这个，所以我看下这个是什么。电器插座后座舱，那不知道什么，不理它，把它拔掉。哇，20，拔下来。其实我可以用这个或这个，我觉得2个应该都是可以，不然我用电器插座后这个来接好了，感觉比较好一点。因为线不够长嘛，所以我现在要做的是把这个点烟器上的这根线这边剪掉，然后接长。接长之后，这个插头插这，然后这个点烟器就会跑到前面去。买这个线180块，它是比较好的线，什么细胶线，可以耐200度。好，接着就来接线，6公尺超长线，把这2边接在一起，就接好了。现在我把这个接头接到这条无敌有够长的线上，那我们就先去装这个接头。我先把保险丝拿出来，因为这个接头有一端要接正，一端接负，但是你现在不知道保险丝里面哪个是正，哪个是负，看到好像也没写，所以我们就先把这个拔出来，保险丝把它拿出来，先插上去。OK， 接下来你要看你的线要怎么走到前面去。其实我上次有研究过了，这台车把这里打开，扶手打开来之后，这有个洞，下面有一个洞是通的。从这里就看到刚刚那个洞，这个缝，所以我接着这个缝，这个线从这里丢进去，按呢，破皮了。在这里，这里拿出来，这个线就出来了嘛。那我等一下要走，看一下走哪里比较好。从旁边吗？这里的话关起来看看。还可以，看不太出来。还不错。接着就来埋线，这条线我想要从椅子下面走到这里，然后从这个地方进去。不，走到最前面去。好，我来接一下。
塞进底下这个缝。这个缝其实它都是有空间的，所以你拿一个东西塞一下，它就下去了。然后就一路这样子塞到前面去，继续塞。那我的线已经从底下这里一路长到这里了，已经快到驾驶座这一边了。我这条线是接过来的这条嘛，很长的这条。我先不要剪它，我先用这一头，然后跟刚刚剪断的这个保险丝盒接在一起啊，我试个电看看。好，那我现在先把这条延长过来的线跟这保险丝盒先随便乱接在一起了，因为这个是正极过来嘛。那正极过来之后，你要有一个负极去接地，对。那所以接地呢，你要去找车上接地的地方。这个是驾驶座的保险丝的，它里面有接地的地方，所以我要把这个打开。可以看这里有螺丝，所以这边就可以拿来接地用。把这个松开一点，要接上面还是下面？我接下面这个好了。转松，不要转到全掉，全掉下来你就不好装。转一个松松的之后，负极把它插进去。先不用很紧，没关系，因为我先测试而已。接着，现在上电了哈，上电了，你看这有没有电？看这也没电嘛。因为我现在我是没装保险丝的嘛。所以没电过去是正常的。那如果我现在保险丝插上去就有电的话，就代表我接的是对的。那你可以看现在这个状况是前面的点烟孔这有亮红灯，前面的点烟孔有电。试一下后面这个没电，所以电应该就是被我们的保险丝给阻断了。那我现在把保险丝装上去看看。现在把保险丝装上去了，看看有没有电。看看这个，哦，有电了。所以现在电是通过保险丝来的，那这样代表我们有接对。因为你要是保险丝没装上去，还是有电的话，那代表你的电是没过保险丝的，就是正负接反，要把它反过来插。这样我们运气不错，一次就中。那我快速解释一下，如果没装保险丝还有电的话，代表插头接反了是什么意思？首先我画了一个汽车的简图，汽车上有电瓶、保险丝、点烟孔，那接地线是接在车架上，这样子的话是一个正常的回路，所以点烟孔会有电。当你把保险丝拔掉的时候就没电了，这很正常。那我今天想要装的是这个点烟孔的延长座，结构大概长这样子。它有一支接地线以及一个插头，那这个插头是可以让你插在刚原本插保险丝的地方。结构把它简化一下就是这样，等于是有3条线，接地线、一个连接保险丝的线跟第3条线。接地线就直接接车架，这个没什么问题。重点就是另外2条线要怎么接，有2种接法，这样接，保险丝接在正电上。或者是反过来，第3只脚接在正电上，2个接上去都会有电，但是只有一个是对的。那我先讲第一种这种接法。当你的保险丝是接在正电上的时候呢，电流会有2条路。第一条是原本的回路，经过保险丝走到汽车上原本的点烟孔上，所以点烟孔会有电。那第2条路是正电出来走上去，走到你上面的这个扩充盒，再走回车上，所以这上面也会有电。这样子是对的接法。那为什么会有错的接法呢？我现在解释一下，先把它拔掉。错的接法意思就是你没有把保险丝的这一头接到正电上，你把它接到负的这一端了。那这个错的接法电会怎么流呢？看一下，原本点烟孔的回路它是走下面这里嘛，电流会经过保险丝，所以点烟孔会有电，这个是 OK 的。但是你新装的这一个扩充盒，它的电从这里上去绕一圈过来，它是没有经过保险丝的，也就是当你这边电流过载的时候，
车子就会直接烧起来啦。所以这样的接法很危险，没有保护。那问题就来了，当我要插上这个延长座的时候，我把汽车上旧的保险丝拔掉，但是我怎么知道汽车上旧的保险丝哪一头是接在汽车电瓶的正电上？所以这里提供一个检测方法。当你现在是接错的时候呢，如果我把保险丝拔掉，它会造成下面这边变成断路，汽车里原本的点烟孔也就没有电了。但是外接点烟孔的这条路是不会受影响的，它的电还会继续走。所以当你的保险丝拔掉，如果你外面的点烟孔还有电的话，就代表你接错了，因为你的这个电流是没有经过保险丝来保护的，即使保险丝断了，它电流还是会一直通，所以就会火烧车。这个是错的接法。那如果你是对的接法呢？像这样子，当你的保险丝烧断了，或者是你不要装，两边都会变成断路，所以汽车原本的点烟孔没电，外接点烟孔也没电，这样子就是对的接法了。所以就回到最一开始的讲的那句话，如果没装保险丝还有电的话，就代表你的插头接反了，而且是很危险的，所以你就必须把它反过来插。这样我们运气不错，一次就中。所以接着来看一下，既然电已进来了，前面这个也有电的，所以负极是通的，这个负极有进去。那接着我们就是要固定这个。我是想要把它固定在驾驶座的脚底下这附近。那这个线呢，其实长度就差不多到这了嘛，所以我就抓，我线就出来，从这里到这边，差不多啊，差不多随便抓一下，随便抓，接，好，接着这条就从后面来的嘛。那现在要做的事就是把这条刚刚暂时接的换回来，换成正确长度的这个，好，把它接一下。我已经把延长出来的线跟扩充点烟孔已经接在一起了。那接着就是把这个扩充头固定在想固定的地方。那我是想要装在这个角的上面，接着再把这个线收进去，还要把接地线给好好的从这边下去。我这边就不派缩时啊，弄好了再看。好，我装好了，导航已经接线了。给大家看，我的线是这样走，导航是走下面这里，然后走这个保险丝盒，转到下面去，插到我刚刚接的扩充盒上。那行车记录器的线，这条是从这里进去，走这个缝，这个天棚，然后 A 柱下去。A 柱下去之后，这边不太好藏，所以我就没有藏了。这一小段出来之后，也是走保险丝盒下去，那一样也是接到下面这个地方啊。好，然后接下来要测试一下。现在车子是熄火的，没有电，所以点烟孔也是没有电。那我接了这个，因为我是接点烟孔的电源，所以它基本上是跟点烟孔一起同步的，所以现在点烟孔没电，它就没电。那我现在这个上电，你看，导航就有电了。那这个最重要的是，你要测试你接的电是不是在红火关掉之后，它就没电了。要不然，如果你是接到那种永久的电源，那你熄火锁车之后回家之后，你的导航跟行车记录器还是会一直吃你电瓶的电，这样子你隔2天去开车你就完蛋了。所以呢，现在还在测试一个，就是，关掉电源的时候，看导航会不会自己关掉。看，现在导航是开着。那我现在，对，我把电源关掉。失去外接式电源，这样子你车子熄火之后，它就用不到电啊，所以你就是安全的了。所以我的那个安装就到这边，那基本上这边就再回复一下了，看一下后面。
这里就是我刚接出来的电，大家看一下。最后看，这条是我插出来的，那它也是有一个保险丝，跟旧的是共用的10安培。啊，这条是走进去车子里，然后就一路接到最前面去。好，这就是我今天的教学啦。祝大家幸福愉快，拜拜。